也跟我身法有关系。这第二重考验内，面对10吨战魁的围攻，我的身法占据了很多优势。或许吧。接下来便是第3重考验，也是最后一重考验。那白眼果树也只剩下最后一颗了。最后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只剩下最后一棵白眼果树，必须要得到。诸位界神们，这第3重考验可是颇为奇特，你们可准备好了？既然准备好了，那这第3重考验就开始吧。这是什么？这白光是阵法吗？是阵法，而且还是很奇妙的阵法。这里是幻境，无法强行挣脱，那便只能任由这幻境渐渐演变了。那里便是出口，只要能走到那里，便能从幻境当中走出来。怎么回事？我都已经在这走廊内掠行足足150年了，为何还没有走到尽头？还没有破开这幻境？难不成我的判断是错的？视线尽头的那丝光亮，并非是这幻境的出口。我这是破开幻境了吗？破开幻境？哈哈哈！你可没有破开幻境，而是丧失了继续考验的资格。在幻境当中仅仅待了150年便被送了出来，你的内心可真是够脆弱的呀。我失败了。原来我是第一个被淘汰的。怎么回事？我们从黑色走廊当中走出来了吗？在一重巨大阵法的影响下，陷入一片黑色走廊的幻境。他们在幻境当中掠行了几百年都没走到尽头，可他们内心刚一产生动摇，便立即被送出了幻境。是虚空走廊。这第3重考验竟然是专门针对心境的虚空走廊。第1重考验是罗星局，用来考验悟性；第2重考验考验的是实力，而这第3重考验却是考验心境。武卑这个疯子，他是在给自己选弟子，还是做什么？长青界神，你也醒来了。是啊，没办法，想要在那等枯燥的掠行当中一直坚定自己的内心，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在那虚空走廊当中掠行了多长时间？我在掠行的时候也记下了时间，应当是1980年吧。1980年？我在那虚空走廊当中掠行了不到800年就受不了被送出来了，你比我多掠行了1000年，真是厉害啊！我连2000年都没达到，便坚持不下去了。算不得什么，那些到现在还陷入幻境当中的人，那才是厉害呀。的确。哦，是紫东王。嘿，这紫东王也苏醒过来了。嘿嘿，界神榜第4，不过他的心境却也算不得太强嘛。混蛋！之前破解那罗星局时，我排在第60多名也就罢了，可现在这第3重考验，针对心境的考验，竟然也有40多人凌驾于我之上，怎么可能？不可能的！这紫东王虽然实力不错，
但心性上的确不怎么样。能够在虚空走廊中待5000年也算不错了，但跟他界神榜第4的名次还是严重不符合。无需理会子东王，我倒是很好奇，接下来的这些人谁能够真正笑到最后？是夏侯，是我水月阁请来的夏侯界神。黑环，你说那夏侯界神是你水月阁的人，怎么我不知道，从未听说过？你当然不知道，这夏侯界神并非我水月阁的弟子，只是因为他妻子中了剧毒，他为了救他妻子，便找到了我水月阁，想要我水月阁一位擅长炼丹的真神强者炼制一枚丹药去救他的妻子。可惜他实力一般，也没什么宝物积累，根本无法拿出足够的代价去换取那枚丹药。而这个时候刚好赶上无悲洞府出事，所以我水月阁的那位真神就让他来这无悲洞府碰碰运气。原本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这位夏侯界神竟然真的来了，而且他的心境还如此之高，都闯到这第3重考验的最后了。这毁灭，因为他背后那位的关系，得到的资源非常之多，历经诸多磨难之后，造就了非凡的实力，心境同样也是极其惊人。不过毕竟是有莫大背景作为依仗的，心境上还是无法踏足最巅峰，也没法跨出那一步。夏侯界神，靠你了！为了你的妻子，一定要坚持下去，千万别动摇。苏醒了。罢了，这白岩果树终究是不可强求，而且这位夏侯界神也确实是尽力了。黑魂，看样子这位夏侯界神并没有给你争气啊。夏侯界神的确没能在这第3重考验当中走到最后，不过却也比你下边的这些小家伙要优秀的多了。他的妻子，我水月阁依然会救。哦？怎么会？他们怎么还没从那幻境当中走出来？这都多久了？现实世界都过2天2夜了，那幻境世界肯定会更加悠久。夏侯界神，你是第3个苏醒的，你在那虚空走廊当中掠行了多久？实不相瞒，我在那虚空走廊当中只知道一位的掠行，并没有记录详细的时间，但大概有15000年左右。15000年？我的天哪！在那般枯燥无味的掠行当中待了足足15000年，这还是人吗？这夏侯界神便是如此，那剑无双跟段凌风岂不是待得更久了？他们到底是如何做的？难道他们的心境真的强到了这等地步？醒来了！啊，终于苏醒过来了！这怎么是2人同时苏醒过来的？看来你跟我一样，都是走到了那走廊的尽头啊。哎，你在走廊当中走了多少年？18000年。你呢？跟你一样。不出意外，那剑无双跟段凌风在心境上应当都已经达到第1层次了，而且在第1层次当中还是极高的。的确，想要在虚空走廊当中走到尽头，最低门槛便是达到心境第1层次，而这第1层次，绝大多数真神都没有达到。至于界神能够达到这一步，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可比界神感悟一丝天道之力还要艰难得多的。这剑无双与段凌风倒真是妖孽。
其实心境第一层次，之前那位夏侯界神也达到了，不过他应该是刚跨入不久，还不是特别牢固，不然他说不定也能走到最后。不管怎么说，这第3重考验也已经结束了。是结束了，但现在剑无双跟段凌风都将第3重考验闯了过去，而第3重考验的那一棵白烟果树又该如何去分？我无牵无挂，那白烟果树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便给你吧。这怎么可以呢？没什么不可以的，你若是觉得实在亏欠的话，就算我欠你一个大人情吧。今后我若是碰到了麻烦找你帮忙，你别推辞就行。当然了，你段凌风今后要是遇到麻烦了，只要不是违背本心的，我剑无双必定会竭尽全力乃至拼命去帮你。有这就足够了。3重考验都已经结束了，除了得到机缘的2人之外，其他人可以离开了。剑无双，这是我的传讯令符，以后若是有事，可以用这令符联系我。当然，我若是有事找你帮忙，也会用这令符找你。后会有期。剑无双，佩服，3棵白烟果树，你一个人就得到了2棵。你不是也得到1棵吧？白烟果树的移植颇为麻烦，3棵白烟果树必须一棵一棵的来。你先跟我来吧。是。好了，你可以离开了。小子，你叫剑无双。你应当知道，我故意让那毁灭神君先行离去，将你单独留下来，是因为什么吧？知道，因为我跟你一样，都是逆修。知道就好。我这洞府出世，吸引了众多界神过来，却没想到在这些界神当中，竟然还有你这位逆修。而且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现在应当还停留在2重天界神的层次上吧？只是你身上有一件特殊的宝物，将你的气息遮掩起来了。仅仅只是2重天界神，实力便到了这一步，甚至在那界神榜上名列第3，倒是比当初的我要强上不少啊。吾辈真神，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那应当也清楚我到这洞府的来历吧，并非只是为了白烟果跟白烟果树。你是想从我这儿得到真神层次的逆修功法？对，这是我的最主要的目的。真神层次逆修功法我的确知道，而且也可以给你，但是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你帮我杀一个人，一个仇人。仇人？你的仇人是谁啊？实力怎么样？他是魔心国主，是统治众多神国的一位大能者。我与他有生死大仇。我在世的时候曾无数次想要将他杀了，但奈何他的实力比我要强上一些，而且还有一定的背景，我就算是到死也没有找到机会。大能者？吾辈真神，这位魔心国主纵然是你巅峰时期都没法杀死，你要我一个界神去杀？急什么？我又不是让你现在去杀，而是让你等自身实力提升上来，有能力了再动手。吾辈前辈，我可以答应你，只要是我实力足够，我会想办法替你杀死那位魔心国主的。可要是我实力一直达不到那样的层次，那就怪不了我了。放心，你若是一直达不到那样的实力，或者最终陨落了，那自然也怪不到你的头上。而且你现在距离那一层次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别的不说，
光是真神，你能否顺利成为真神都是未知数呢。毕竟你还有最后一重逆修劫不曾度过。这最后一重逆修劫是逆修最为艰难的一重劫难，你虽然实力不错，但能够度过那重劫难的可能性却依旧不大。无为前辈，你是真神层次的逆修，便曾经经历过3重逆修劫，全部度过了。你能否告诉我，那最后一重逆修劫到底是什么呀？第3重逆修劫到底是什么，我无法点破。一旦点破，那逆修劫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度第3重逆修劫时所遭遇的一切，纵然令我现在都惊触无比，且也就是因为那重逆修劫导致我的心性大变，被万古混沌世界很多人看成是疯子。这到底是何等可怕的劫数啊！真神层次的逆修法门，也就是逆修的第6步，就在这石珠内。逆天第6步，我的手中也只有这第6步的修炼法门。当初我在世时，凭着法门修炼到了真神的最极限，但因为一直无法得到逆修第7步，也就是相当于大能者那一层次的法门，我也一直都困在那里，到死都无法取得突破。连无悲真神都没法得到第7步的逆修功法，莫非这第7步的法门还不曾出现？那倒不是，我知道那第7步法门在谁的身上，但是那个人太古老了，别说我，很多实力比我强大的大能者都没资格去见他，我自然也没有资格，连接触的机会都没有，我又如何让他将那法门给我呢？是这样。剑无双，你今后若是有一天也能够达到我生前那一地步，到时候可以随意找一位实力比较强大的大能者询问。一般那些实力比较强大的大能者都知道谁有逆修第7步的法门。明白了。无为前辈，这是？这2枚戒指中各有一棵白岩果树，之前我也给了那毁灭神君1枚，只是为了让他先行离开，故意多费了一些手脚而已。白岩果树在这2枚戒指内，怎么可能呢？怎么，你也觉得不可思议，对吧？我最开始在得到这几枚戒指时同样吃惊不已，不过这样的乾坤界的确存在，而且还是由一位高人亲自炼制的。当初众多大能者为了那棵白岩果树的树苗疯狂的争夺，短时间之内却争夺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要确保白岩果树生命力的同时，将它移植到其他的地方，步骤非常的繁琐。可我就不同了，我直接用这枚戒指将孕育白岩果树树苗的整片地面都收走了，那些大能只有干瞪眼的份儿。哼，怪不得无悲前辈，你可以在众多大能者面前夺得这白岩果树的树苗呢。原来是这样。你刚刚说这几枚戒指是高人炼制的，这高人莫非是帮你培植出另外2棵白岩果树那位？对，就是他。其实不单单是炼制这戒指，还有培植白岩果树，就连我这洞府的那层禁制也是他布置的。也就是因为有这层禁制的存在，外边那些大能者才进不来的。那连禁制也是高人设置的，这位高人到底是谁啊？我也不知道他具体的身份，也不知道他的具体实力，
我只知道他在炼气、阵法，包括很多领域方面的手段都非常的了得。纵然很多一心钻研炼气阵法的大能者都无法与他媲美，他绝对是我这一生所见过的最神秘的一个人。难道真是师尊？不管是不是师尊，我也无法探寻到。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全都给你了，记住我们的约定，若是有实力，便替我杀了魔心国主。去吧。老家伙，你要我做的事，我已经做到了。我吾辈从此不再欠你的啦！2棵白烟果树啊，都被星辰一脉那小子给得到了。这星辰一脉也不知从哪儿走来的大运。公主，是星辰一脉创始者星辰老怪。这个老家伙竟然亲自到来了。起来吧，我星辰一脉那小家伙呢？他还在那无背洞府内，应该快出来了。星辰老怪，好久不见了。火幽，你也在这儿啊？我这段时间刚好在赤龙圣地内，直到无背洞府出事后，便赶过来看看。星辰，过来坐吧。星辰呐，这一次你星辰一脉麾下的那位小家伙，可着实替你争了口气呀。那么多界神只为争夺3棵白烟果树，结果他一个人就得到了2棵，倒真是令我等都为之羡慕啊。这小家伙运气的确不错，但也就因为他得到了2棵白烟果树，难免便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盯上，所以老夫才亲自赶来接他回去。话别说的那么直，大家心里清楚就行。哦，对了，你星辰一脉的那个小家伙应当快从洞府内出来了。星辰，你莫非是想跟我说什么，还刻意屏蔽了这位时空？老夫的确有一事想要你帮个忙。什么事？待会儿我星辰一脉那小家伙出来后，不管你从那小家伙身上看出了什么，还请你不要说出来。哦，难不成那小家伙身上还有什么秘密不成？你就说你答不答应吧。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对那小家伙倒是非常好奇起来。放心吧，既然你亲自开口，我自然不会拒绝。待会儿不管我看出什么，我都不会说的。解无双，看到你上方那座殿宇没有？快过来！这些人，剑无双，快来拜见公主！公主？见过公主。原来是公主到了，我还以为是什么人。起来吧。这股气息，2重天界神。星辰老怪，我终于知道这小子身上的秘密了。火幽，记得你刚刚答应我的。
当然记得啊。4枚白烟果，我便替你星辰一脉的这个小家伙保守秘密，今后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他是逆修的身份，如何？4枚，你倒真会趁火打劫呀！哎呦，才4枚白烟果而已，这剑无双可是在那洞府内得到了9枚白烟果以及2棵白烟果树啊！有了那2棵白烟果树，今后还不是想要多少白烟果就有多少，区4枚又算得了什么呀？啊！4枚白烟果，老夫答应了。嘿嘿，爽快。剑无双，将那白烟果树交给我吧。这戒指倒真是奇特，也不知道那吴碑是如何得来的。你在那洞府内得到的白烟果，也给老夫4枚。剑无双，你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啊？不然就随老夫返回星辰一脉。公主，请稍等一下。天剑前辈，之前你让雷朝大人给我带了一句话，不知现在还算不算数？算数，当然算数。在这洞府的白烟果争夺刚开始的时候，我便说过，只要你能拿出2枚白烟果，我那天剑牢狱当中关押的任何人，你想放出谁来都可以。这是2枚白烟果，我想请天剑前辈将你天剑牢里的阎君给放出来，还他自由。哼，没问题，我回去之后立即就将他放出来，绝不会有丝毫拖延。那就有劳前辈，等把他放出来之后，让他给我传个讯。2枚白烟果，换取一位第1阶段真神的自由。天剑，你的买卖倒是挺划算的嘛。公主，我已经在无尽星河内开辟了一颗独立星辰，且已经开始布置阵法，只等阵法一完成，便可在那星辰上培育那2棵白烟果树。培育所需的资源已经准备了不少。白烟果树只需培育1棵就行了。白烟果树无比珍贵，单单1棵便足以令众多大能者为之疯狂。我星辰一脉虽是万古混沌世界一方大势力，但想要同时占有2颗却还不够分量，所以另1颗我打算将它交给大帝。大帝？剑无双，这位星辰公主所说的大帝，应当便是这紫月圣地的那位紫月大帝了。紫月大帝相当于是这紫月圣地的主人，乃是万古混沌世界众多大能者当中站在最顶端的顶级强者，比星辰宫公主，比你之前见过的所有大能者都要强得多。这位星辰公主也很聪明，她知道光靠星辰一脉的实力，想要占有2棵白烟果树十分勉强，所以将其中1棵交给紫月大帝，由紫月大帝给星辰一脉撑腰，自然没人胆敢再觊觎星辰一脉手中的这棵白烟果树了。是这样啊，紫月大帝。剑无双，这一次全凭你一己之力，我星辰一脉才能够得到这2棵白烟果树，外加几枚白烟果。我星辰一脉历来赏罚分明，你替星辰一脉立了大功，自当封赏。虽说这封赏肯定比不上2棵白烟果树的价值，但对你肯定也有些帮助。这样吧，你若是需要什么宝物或是资源，待会儿跟原店主去说，让他替你去准备。另外，老夫再允许你
每隔100年便可以进入真神殿一次，且每次进去可以待上1年，直到你成为真神为止。剑无双，你潜力无限，今后有一线希望成为我星辰一脉又一位大能者。我星辰一脉会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你成长，但在这之前，你却有着很多路要走。特别是现在，你的第3重逆修劫，距离你应当已经不远了。这最后1重逆修劫，若是度过，便一飞冲天；若是失败，则万劫不复。切记，一定要谨慎，再谨慎。是。去吧。剑无双，我已经将公主的吩咐传达下去，你今后每隔100年便可去那真神殿一次。另外，你若是需要什么资源或者宝物，也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会尽可能的替你弄到手。明白了，多谢袁店主了。无需客气。对了，你在那无背洞府内可曾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得到。那就行，好好去修炼吧。什么时候那第3重逆修劫到了，跟我说一声，我也好好替你准备准备。秋月，这乾坤界内有着不少的修炼资源，你跟你那些姐妹们拿去分了吧。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会待在星辰一脉内，你们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多谢公子。这次无背洞府之行，我受益匪浅，灵魂之力也得到了巨大提升。我一个2重天界神，实力达到这般地步，已经匪夷所思了。接下来要是还想提升的话，顶多只能提升对天道的感悟了。也不知道我的第3重逆修劫会什么时候到来，应该快了吧。果然，自从我对时空道的感悟也具备道宫第1层的水准之后，我对天道之力的感悟便彻底停滞了下来。纵然是在真神殿内参悟了1年，却也没有什么进步，终归还是受到2重天界神的限制。阁下，你要我万象楼找的人已经有眉目了。终于有消息了。阁下，我万象楼按照你的要求，通过2000多年的搜寻，总算是找到了一人，极有可能是你要找的那位先天大罪孽者。极有可能，也就是说还无法确定。是没法确定，毕竟他行事很诡异，且几乎不曾露面，更不曾与人出手交战。我万象楼也是通过一重重迹象，这才找到他的。可以肯定，她是一位先天大罪孽者，且还是一名女子。另外，她也是在这万年时间内才出现在万古混沌世界的。有这3种迹象在，虽然我万象楼没有10成把握认定他就是阁下你要找的人，但起码也有7成把握。十有八九就是他。他现在在哪儿？根据我万象楼得到的消息，他现在在九宫神国血魔教内，且在血魔教似乎还有着极高的地位。血魔教？这血魔教在九宫神国当中属于一方非常强横的势力，就连真神似乎也有好几个。在一个神国内，那就是10大修炼圣地之外了。剑无双，难得看见你来找我，莫非是那第3重逆修劫要到来了？还是你修炼上遇到什么瓶颈，需要我帮你准备一些修炼资源？那3重逆修劫还不曾到来，连一点征兆都没有。至于修炼资源嘛，我现在也用不上。我今日到来，是想请袁店主你帮个忙。哦，
说吧，需要我替你做什么？我想袁店主，你派遣星辰一脉麾下的几位真神，助我去一方势力当中生擒一个人。生擒？没错。是哪方圣地的哪一方宗门？那方势力不在10大修炼圣地，而是在九宫神国当中，据说是有几位真神存在的。九宫神国？袁店主，有麻烦吗？的确有麻烦，而且麻烦不小。剑无双，若是你要生擒的那人在其他神国，哪怕是那些大能者掌握的神国都好办。以我星辰一脉拥有的力量，直接派遣强者，比如直接让雷潮前去替你将那人生擒就是了。那一神国背后的大能者也绝对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跟我星辰一脉对上。可你现在要生擒的那人却在九宫神国之内，这九宫神国跟其他神国都不同。为什么呀？剑无双，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九宫神国的国主乃是一位实力站在最顶端的真神，他是九宫真神。这九宫真神跟雷潮一样，也都是名列真神榜的，而且他在真神榜上排列第5。真神榜第5？这九宫神国不仅实力极强，行事霸道，且最重要的是，他跟我星辰一脉有极大的过节。什么？剑无双，还记得我之前让你去青雷门击败那位灵丹吗？当然记得。那灵丹当初可是刻意挑衅我星辰一脉，若非你出手将他击败，我星辰一脉必定颜面大损。后来我刻意让人调查他的身份，调查后我便发现，这灵丹跟那位九宫真神有过一些交集，似乎是那位九宫真神答应过他，只要他能令我星辰一脉颜面大损，就收其为亲传弟子。还有这样的事儿？当初这九宫真神就被我星辰一脉逼得逃出了紫月圣地，漫长岁月来，他都不敢踏足紫月圣地一步，但他掌控的神国，我星辰一脉的强者自然也不敢轻易前去。一旦去了他的神国被他发现，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出手，将我星辰一脉的真神给灭杀。是这样啊。剑无双，这九宫真神不好惹，且九宫神国是他的地方，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会察觉。我星辰一脉的强者绝对不能去那儿，那是送死。就连你虽然只是一个界神，他或许会注重身份不杀你，但却可以吩咐麾下的强者行动。总之你若是去了那儿，同样有极大风险，所以最好别去。实在不行，你可以让别人代劳替你出面。不，那九宫神国我必须亲自前去，因为那人对我太重要了。很重要。袁店主，有些事情我也不方便跟你明说，但是九宫神国我非去不可。剑无双，既然你一定要去的话也可以，我会动用我星辰一脉的资源，请几位独行强者出手帮你。我星辰一脉的真神不能进入九宫神国，但暗中请的人，九宫真神也不知道。不过你得答应我，到九宫神国后，必须想办法隐藏好自己的身份，最好是别亲自出手，就让我替你请的那位强者去代劳。可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便先行一步去那九宫神国了。我得先确认一下，那是不是我要找的人。等我确定之后，再给你传讯。行，记住，一定要多加小心。另外，你之前以2枚白烟果为代价，要天剑山主人从天剑牢狱中放出的那位真神，他现在不是也在星辰大陆吗？你可以找上他，让他陪你一起去。阎君大哥。夫君，这都已经3天了，那位金焰护法怎么还不来啊？别急，金焰护法已经传讯给我，马上他就要到了。我总感觉这金焰护法靠不住，毕竟他来自血魔教，血魔教的人可个个都是魔头呀。嘘，这话在别的地方说说还可以，但在血魔界内千万别乱说，否则很有可能遭到杀身之祸的。其实我也知道找血魔教的强者帮忙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但没办法，
我们的事只有他们出面才能够解决，不然……经验护法。奇异界神对吧？来，我们坐下谈谈。经验护法，这次之事有劳你亲自出面了。哎，客气。奇异界神，你这次的事情颇为的麻烦，纵然是我也得花费些功夫才能解决。所以你若真的想解决此事的话，就还得拿出些诚意来。光凭你之前许诺的那些代价，可还不够。不够？不知经验护法还需要什么，我立即去替你准备。你也不用再去准备了，我要的东西你现在就有。哦？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想让你妻子服侍我一段时间，不长，也就100-200年就行了。什么？经验护法，你开的这个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我可没工夫跟你开玩笑，必须要你妻子服侍我200年，不然这件事我办不了。哼，你办不了，自然还有别人愿意去办。群儿，我们走。慢着，虽然事情没谈成，可我也不能白跑一趟吧。这样吧，你之前答应的那些代价就免了，但你妻子还是得留下来。经验护法，你别太过分了。过分？这里是血魔界，在这里我血魔教就是天，我想怎样就怎样，又有谁奈何得了我呀？要怪就怪你妻子实在是太动人了一点，让老夫按耐不住啊。兄弟几个，去将这美人给老夫抓起来，等我享用完了，再让他轮流给你们几个服侍。哈哈哈哈！多谢经验护法。混账！这碍事的奇异界神，直接杀了！夫君，区一个2重天界神，还想反抗？哎，可别将这美人伤到了，老夫可要好好疼爱她的。夫君，秦燕老贼！夫君，他们怎么回事？是有强者，有强者暗中出手帮了我们一把。不管是谁出手，我夫妻2人感激不尽。剑无双，你星辰一脉的那位原店主不是叮嘱过，让你不到万不得已别轻易出手的吗？你怎么还是忍不住出手了？我已经查探过了，这座诚意修炼虽然不少，但最强的也只是一位普通的3重天界神而已，不会有人看出是我出手的。话虽如此，但还是得小心点儿。不过这血魔教的人行事还真是霸道，就在这座城邑内，当着那么多修炼者面前肆无忌惮地强抢别人的妻子。怪不得这血魔界的修炼者都说血魔教的人个个都是魔头了，现在看来还真是如此。这样的一方势力竟然在这世界上存在那么多年，也没有哪位强者出手将他给灭了。若是在10大修炼圣地内，血魔教敢这样行事，早就被灭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神国，
血魔教在这一神国当中，已经算是顶尖势力了。只要不傻到去招惹九宫真神的身上，便几乎不会被覆灭。剑无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先去血魔教老巢附近吧，我得先确认我要找的人到底是不是在那儿。啊，果然是这样。双儿，我终于找到你了。等着办，用不了多久，我便会令你意识苏醒过来，让你重新掌握自己的身体。你们是什么人？问你点事儿，你最好能如实回答。我尽量。我知道，你是血魔教的一位长老，在血魔教内也算有着极高地位了。那你对血魔教内的一些事情，应当也是知道不少。我问你，你血魔教内的真神一共有几位啊？实力层次又怎么样？这2人是冲我血魔教而来的。怎么不愿意说？看样子得吃点苦头啊。血阳长老，不！血阳长老，刚刚的幻境，你要不要再体验一遍？不用太着急，咱们有的是时间。像刚刚那样的幻境，你要是愿意的话，来个10次100次都可以。不，我全说。剑无双，你这折磨人的手段倒真是够厉害的呀。说吧，血魔教内一共有几位真神的？一共4位，其中3位是第1阶段的虚空真神，还有1位就是我血魔教教主，他已经达到了真神的第2阶段。第2阶段，永恒真神。真神3大阶段，每一阶段实力都有着无比巨大的差距。血魔教的这位永恒真神，可比其他3位虚空真神加起来还要可怕得多。除了这4个人之外，血魔教内可曾还有其他强者呀？我是说那种隐藏起来的，平日里不轻易露面那种。这我真不知道。大人，我虽然是血魔教的一位长老，但血魔教内像我这样的长老足足有20多位，我们只能算是高层。可血魔教内一些核心的隐秘却并非我们所知道的，像血魔教内是不是隐藏了强者，我也不知。我这里有一幅画像，你看看认不认识？或者你在血魔教内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大人，我没有见过这人。你确定？我可以肯定，毕竟像这等美貌的女子，我若是见了，那肯定会有印象的，但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这女子应当不在我血魔教内，就算真在，估计也是被教内一些人当成女仆藏了起来。这等美貌的女仆，谁愿意拿出来与别人分享？女仆？你最好再仔细想想，要是再乱说话，你的命可就没了。是。对了，大人，我血魔教内的确还有一位神秘人物的存在，或许会是大人你要找的人。神秘人物？说。这人是200多年前到我血魔教内来的，且他还带着一个仆人，这些年一直居住在我血魔教的古魔峰内。自从他来了之后，我们教主便下令任何人都不得靠近古魔峰，而这200多年，我们也不曾见到这人再出来过，只知道有这么一人存在，自然我也不曾见过他，但可以肯定，她是个年轻女子。我们教主还称呼她为冷尊主。冷尊主？肯定是他。那古魔峰的所在，给我绘出来。是。看在你还算配合的份上，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什么？
剑无双，那位冷尊主便是你要找的人吧？对。不过他现在待在魔教，想要他自己出来，应当没什么可能。没办法，只能强攻。强行闯进去？那血魔教有足足4位真神，其中还有一位永恒真神，可并不好惹呀。我知道，不过这血魔教跟我星辰一脉比起来，却差得太远了。剑无双，我已经给你请了3位真神，用不了多久便会抵达血魔界，到时他们会跟你联系的。这3位真神加上你身旁的那位阎君，绝对可以轻易碾压血魔教。有劳了。阿七，问问那血魔教主，看看事情办得怎么样。放心吧，主人，前不久那位血魔教主便已经传讯给我，顶多再有10年，咱们交代的事儿，他便能够完成了。还要10年，速度可真够慢的。我看他这血魔教主的位置，也是不想当了。只要主人您一吩咐，很多人愿意你代替他执掌这血魔教。哦，对了，那位穆弘殿下应当就在这几天就要到了吧？穆弘殿下，他还真是锲而不舍呀，又来讨好我。这位穆弘殿下知道主人您要选7星阴鸾莲，便动用他父亲7公主的力量，甚至还差点覆灭了一方神国，终于弄到了一株。这次他是刻意替你送过来的。哦，看样子那第7公主还真将他当成宝贝疙瘩。不过也正因如此，那穆弘才能够活到现在吧。不过以他的性子，早就不知道被人灭杀多少次了。他既然要来讨好我，那随他来就是了。好家伙，2位永恒真神，还有一位竟然是混沌真神。你便是剑无双，我是龙青，你可以叫我龙青真神。至于这2位，分别是白影真神跟阴陀真神。剑无双见过3位。此行的目的，原店主已经与我们说过，但具体该如何行动，你说了算。既然3位已经知晓目的了，那我也不用多说了。但是我还是强调一下，我要的必须是生擒。若是实在没办法，也可以伤到他，但是绝不能出手杀他。我宁愿放他离开，也绝对不能让他身死。另外，我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了，我要生擒这位冷尊主，现在就在魔教的古魔峰内，而且200多年都不曾离开过，所以我们没得选择，只能强行闯进去。这血魔教，我之前倒是打过交道，其内虽然有4位真神，但除了那位血魔教主达到了第2阶段之外，其他3位都仅仅只是第1阶段的虚空真神罢了。以我们的阵容，要碾压这血魔教实在太轻松了。话虽如此，但依然不能掉以轻心的。这样吧，待会儿动手时，白影真神、阴陀真神、阎君大哥，你们3个人直接撕裂血魔教的护宗大阵，闯入血魔教大肆杀戮，闹出的动静越大越好。而我与龙青真神，则是趁着血魔教内陷入混乱时，前往那古魔峰，将冷尊主生擒镇压下来，一旦得手，便立即撤退。可以，一切由你说了算。剑无双，你要亲自去那古魔峰。那冷尊主与我干系重大，若不亲自前去的话，我没法放心呢。既然如此，那好吧，不过你千万要小心。3位，有劳你们先行动手了。包在我们身上吧。
来者何人？血魔教的杂碎！300万年前你们灭我炎姓一族，今日我炎君回来报仇啦！荣清真神，我们动手吧。我可以收敛气息。血魔教那几位真神现在被白影真神他们逼得手忙脚乱，怕也没工夫那么仔细的查探，应当发现不了我。那好，咱们走。那古魔峰就在那儿。老二，这是你一直在搜寻的七星阴鹰莲，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总算把它弄到了。多谢穆弘殿下了。还跟我客气啊。老二，这段时间我刚好没什么事，就想在这血魔教内多陪陪你，不知是否可以？穆弘殿下说笑了，以你的身份，这天下之大哪儿都去得。你若是想要留在这血魔教内，莫非还有人敢赶你走不成？那血魔教主可没这个胆子。那你是答应了？怎么回事啊？是血魔教内有3位真神闯进来了，似乎是为了报仇，现在已经跟血魔教主他们厮杀上了。是这样。殿下，那血魔教主传讯过来了，说来敌实力强横，他们已经快抵挡不住了，想请殿下你出手相助。我才刚到这儿来，可没空搭理他的事儿。告诉他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且要尽快解决。若是打搅到我与朗儿，我就要了他的狗命。我现在就转告给他。不对劲儿。怎么了？有人闯进我布置的法阵当中来了。哦，去看看。是。阿七，你也去。界神，剑无双，看来你的情报有误啊！这血魔教内还有别的真神存在，而且这应当还是一位实力极强的永恒真神。这位永恒真神便交给你了。尽管放心。杀！杀！杀！混沌真神，好恐怖的威势！这就是混沌真神。哼！想逃？竟然躲开了。又来一位，而且看样子依旧是一位永恒真神呢。小子，区区一个界神敢闯到这里来，你很有胆色啊！哼，血光，这身法，原来如此，怪不得实力如此了得。这是给我破！怎么回事啊？殿下，这次攻入血魔教内的那些强者，应当是冲我们来的。他们明面上就只有3位真神在跟血魔教的人交手，可暗地里却有一位混沌真神闯到这里来了。混沌真神？主人，闯入我那阵法内的有2个人，其中一位是混沌真神，另外一位，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他应当便是星辰一脉那位名气极大的绝顶天才剑无双。剑无双，界神榜第3？对，就是他。这剑无双的确是妖孽，明明只是一个界神，可纵然是我若不花费点功夫的话，怕是也无法奈何得了他。他的实力或许已经可以匹敌巅峰层次的虚空真神了。哼，什么妖孽？
若非无悲洞府出事时，我刚好已经突破成为真神，无法进入那无悲洞府当中。要不然，那白烟果跟白烟果树哪有剑无双的份儿？阿七，现在情况如何了？回主人，我现在暂时用红石牢狱将那位混沌真神与剑无双困住了。不过，那位混沌真神实力太强，恐怕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强行将我的红石牢狱给破开。主人，趁红石牢狱还未被那位混沌真神破开之前，我们还是先行离开吧。殿下，我们也赶紧走吧。急什么？这剑无双我也说过不止一次了，都说他是万古混沌世界站在最顶尖的天才之一，我很早便想跟他交手看看了。现在既然有机会，又岂能错过？可是……闭嘴！老二，你便在这里稍候片刻，我去就来。阿七，你也去吧。记住了，你只要尽力去应付那位混沌真神就够了。至于剑无双，就由这位穆弘殿下自己去对付吧。是。姐姐，你的这位小情郎对你还真是执着得很呢。竟然真的从清火界追到了这万古混沌世界来了，而且短短万年时间，便在万古混沌世界闯出了这么大的名气，可当真是优秀得很呢。怪不得姐姐你对他情有独钟。可惜啊，他的心已经在姐姐你那儿了，不然纵然是小妹我，都对他有些心动了。剑无双，你既然找上门来了，那就让我好好瞧瞧你的能耐吧。穆弘殿下，让剑无双在这通道的最尽头，你沿着这条通道一直朝前走，便可以看到他了。我还得去全力应付那位混沌真神，就不陪你了。殿下，我刚与那位混沌真神交手，遭受重创，实力连1成都不曾恢复，而那剑无双实力又不弱，这要是万一……哪有什么万一？老儿就在外面看着，你想让我在他面前丢脸？哼，不过就是一个界神而已，纵然是天才又能强到哪儿去？先不急着跟他交手，让2尊魔神魁跟他玩玩。这牢狱虽然坚固，但毕竟只是一位永恒真神施展的，以龙清真神的实力，应当用不了多久便可以破去了。战魁，虚空真神层次的战魁。不愧是能够在界神榜上排名第3的绝顶天才，我这2尊魔神魁好歹也是一般虚空真神的战力，结果却瞬间被你给击溃了。这位永恒真神之前被龙清真神重创，现在应当发挥不出什么战力了。剑无双，我今日倒是很想领教你这位界神榜上的顶尖天才到底强成什么样。哈哈哈，战吧！这股力量应当已经达到虚空真神的巅峰。剑无双，怎么一直在被动的防御啊？你出手了？还是说你已经被我压制的没有还手之力了？这个人虽然拥有巅峰虚空真神的战力，但他的厮杀经验却似乎不强。万影式。什么？看来是我太高看他了。虽然他的确有巅峰虚空真神战力，可他厮杀能力却太弱，空有一身实力
却根本没法发挥出来。不跟他浪费时间了，直接出手斩杀了他。这是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为何偏偏这个时候？为何不给我一点准备时间？不用太多，1天，哪怕1个时辰也好。剑无双，受死！我的神力在虚弱。怎么会这样？剑神榜排名第3的绝世天才，就这等实力？弱，太弱了。剑无双，我太高估你了。我之前还以为排在剑神榜最顶尖的天才是如何的厉害，可现在看来，不过也只是一个废物罢了。就你这样的货色，根本没资格让我重视。去死吧！你这牢狱的确颇为了得，可要想困住我龙青，还远远不够。赶紧逃！殿下，我们也赶紧走。可这剑无双，赶紧逃，不然来不及了。剑无双，你这是……龙青剑神，别管我，快去追他们！记住，一定要生擒古魔峰内那名女子，一定要生擒！什么鬼东西！混账！冷如雪，剑无双，好久不见了。时隔这么多年，你竟然还没有放弃，还真是锲而不舍呀。我说过，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是啊，的确让你找到了。可找到了，你又能如何？你有能力将我镇压吗？唉，瞧瞧你现在这狼狈不堪的样子。若非是顾及到当初与他的一些约定，担心他今后会给我制造一些麻烦，我现在都可以随时出手斩杀了你。我今日或许奈何不了你，但还是那句话，不管到天涯海角，也不管花费多久，100万年、1000万年，只要我剑无双不死，我便会拼尽一切找到你，镇压你的。